안녕하세요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onder Queen Sammy 陈真三美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的呢，就是10大韩国人喜欢马来西亚的甜品零食欺骗。 If you want to click on the subtitle, be sure to wait for 1 to 2 days after this video being uploaded. So be sure to stay tuned for the subtitle. 那我相信呢，大家已经看过我上一次影片，韩国人喜欢马来西亚什么食物呢？那个是咸的篇，咸食篇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吃的，还没吃。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，记得点这边，或者是点这边那个卡片在哪里？卡片在哪里？啊，应该是这边。哎呀，你要记啊，错了，错了。好，然后就会有一个东西爆出来，那个就是上次的影片咯。那记得看完这一次影片，再来看那个影片哦。好的，我非常的好奇韩国人来到马来西亚，他们最推荐、最爱不释手的 dessert 有哪些呢？问了我住在韩国的韩国朋友，还有住在马来西亚的韩国朋友，就问他们意见，到底你们喜欢马来西亚的什么甜品零食，可以介绍给我的 subscribers 我的订阅者们吗？他们就跟我讲我的头快爆炸了，我的头快爆炸了。可是呢，不用紧，我已经帮你们做了一个总结，我拿了他们的 mutual 的 interest、mutual 的 favorite snacks of Malaysia， 集中在这10个名单里面。那希望大家喜欢咯。啊，我还有脸书可以按一个赞，但你就可以收到更多的通知。第一样 ，teh tarik。是一种 Malaysia 的意思呢，就是饮品。他们第一个跟我讲的呢，就是 teh tarik。他们说在韩国很难买到那种 instant 的 teh tarik 那个 powder，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马来西亚呢，他们天天都在喝。我是说没有常住在马来西亚的韩国籍朋友啦，长期住在马来西亚的韩国籍朋友，他们就不可能每一天都喝 teh tarik 啦，时不时会喝一下。他们就说那个 teh tarik 非常的独特，因为它的味道呢是带茶的清香，然后有一点奶香味，又甜甜这样子的，喝了他们就觉得不会说很涩小的感觉，他们就觉得哦非常合他们的口味，然后他们讲特别很配 roti canai。下一个啊，可是不要喝太多 teh tarik， 因为 teh tarik 是非常的高卡路里，还很多糖分哦，很多颗的方糖在里面哦，就跟你朋友共事就好咯。下一个呢就是 chendol， 还有埃斯卡肠尖锐。好像是叫尖锐吗？红豆冰，这2个就是好像他们传统的冰酥，在韩国他们也是非常喜欢吃冰酥的。他们无论是冷的时候、热的时候，他们也吃冰酥。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很冷，然后我看到他们还在很大口的这样子很爽快在吃那个冰酥呢，就觉得哇，他们的那个子宫很强哎，我的子宫是不能打鼾，他们还能打鼾哇。他们来到这里呢，吃到昂刀生红豆冰、埃斯卡酱还有甜豆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。在韩国的话呢，普通看见的都是芒果、巧克力啊、Oreo 饼干啊等等之类的。ice kacang 就是它有淋上那个 red syrup 糖霜，韩国人非常喜欢吃那个红红的、甜甜的哦。他们也是很喜欢 red bean， 还有掺杂我们的 ice cream， 很死甜的 ice cream， 还有那个凉饭在里面。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。chendol 的话呢，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呢？他们很喜欢吃关于有椰的东西，因为韩国好像是没有出产椰的啦。我不知道我那个韩国朋友有没有骗我，他是跟我讲韩国是很难找到 coconut 的东西。他们来到这里吃到chendol，他们觉得哇有那个椰香味，然后他又很喜欢吃那个好像拉沙的面条那个轻轻的那个，我不知道叫什么。我们马来西亚天气也知道了啦，这样热，他们就很喜欢在我们槟城那个 heritage area 这样晃来晃去啊拍照。这样子，然后过后他们就去那个 Shopping Road 最出名的那个chendol吃，然后他们就怎么这样好吃？这样热天气你吃什么冰的都好吃啊，可是真的是很好吃啦。第3个底龟，他有跟我讲底龟韩语叫，还是我忘记了，他们不会叫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똑같은데，那个很像똑
的东西，年糕。我讲是那个炸的是吗？然后他讲 yes， 我不知道华语叫什么，可是我叫底龟。我爸爸超想做，中间就是我们新年的时候的年糕，棕色的，加芋头一片，上面呢我们就加了一片的橙色番薯，就好像 hamburger 这样子夹在一起，就将那个面粉拿去炸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其实这个是很好吃，对我来说太高卡路里了，而且还会有饱心。可是我看到我的韩国籍朋友他们都很瘦，可是他们一直吃都不会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年糕哈，我是听到有一点傻眼，我从来没有想过韩国人会喜欢我们的底龟的，很惊讶。另外一个是卡亚托斯特，卡亚托斯特，我很多韩国的朋友就跟我讲，他们来到马来西亚一下 airport 就觉得很饿，他们在他们的 Naver 那个网站，就是韩国最大的网站，好像是他们的谷歌，他们没有时常用谷歌，他们都用 Naver 去 search 东西，很多部落格都推荐 Old Town 的 toast 非常的好吃。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有放了那个 butter， 也有放了我们的咖呀，他们觉得外面那个烤鸡啊，烤得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吃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喜欢吃这个 toast 呢？你们那边也是有 Isaac 的 toast 啊？他就想说，因为咖呀，又再有椰子，他们每一次来到马来西亚，他们一定会冲过去最近的Old Town去吃到饱肚。咖呀不嘎呀 again， 我们马来西亚最独特的椰的 jam， 我也是没有想过他们会去 explore 到这一个 snacks。这个零食真的是很道地人才会知道的一个零食，因为在美食部落格啊，好像在台湾的部落格、韩国部落格都很少提到这一个。我韩国籍朋友长期住在这里呢，他就跟我讲，有几次他们走过的时候，嗅到很香的味道，就看怎么这样可爱，好像是香港的盖胆仔，他们就以为是盖胆仔，妈呀哈！吃的时候觉得怎么有嘎呀在里面，过才问那个人，那个人才跟他讲嘎呀不，他们喜欢那个外面有一点脆脆的感觉，里面又很松软很香，有一点蛋香的味道。他们觉得这个小吃呢，让他们想起了他们的hometown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曼珠这个品牌？它里面是那个加工的那个 jam， 加工叫什么？玉素吗？加工。他们来到马来西亚，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曼珠，可是呢，好像讲 Korea 的曼珠比较好吃，马来西亚曼珠不好吃。第6个 Roti Tissue， 印度人的甜点，它就是好像我讲的，我不知道。我看过一次，我的朋友去吃，在槟城不知道哪一档，哇，整个这样高哦，脆脆的，淋上那个炼乳菇莲糕，很甜，可是是很好吃，因为它脆脆的感觉。我发觉到韩国人都很喜欢脆脆的东西。第7个 Supreme， 我们超酷的 favorite， 儿童时期最喜欢的零食，我一天没有吃到cheese的时候，我不能活了。这个零食很香，是 cheese 的，韩国人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在韩国买到的零食都不是好像在马来西亚那么重口味的，我不知道他们的零食都好像淡淡的味道，他们就觉得哇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每一次回韩国都会打包很多 Supreme 回家。第8个 Milo Nuggets， 这个呢也是我非常的惊讶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米罗那个，他们就跟我讲很好吃，他们讲这个是他们最流行的伴手礼。我想有咩？我都没有看过有文章那样子写过，是你自己吧哇！可是我很多个韩国籍朋友，他们都很喜欢吃这个 chocolate nugget。其实我刚开始还有一点不相信，然后过后我看到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 YouTuber John Kim， 还有一个 vlog 的 channel John Day， 他来到马来西亚，他们就吃到这个米罗那个，他们就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就买了一大堆回去。等一下我也要尝一下咯。第9个 Popo Fish Muruggu， 这个算是印度人的小吃，可是这个品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好像是华人的品牌来的啦，因为它写着华语字。这个零食从小到大我们就已经吃惯了，他们就讲说很好吃，有那个鱼香味，然后又脆脆感觉。他讲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味道的零食。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，也是让我最惊讶的一个 Tambun Biscuit， 当本饼，其实当本饼也不是其中一个啊，他们是喜欢全系列。他们来到槟城的时候呢，都会去那个新香非常火红的一间槟城的烤那个饼干的店，里面除了有卖当本饼，也有卖碰饼、老婆饼，还有香饼，什么饼都有。他讲说很好吃，因为这里的当本饼它里面的那个馅料，他觉得很好吃，外面的饼皮觉得很好吃。我就讲你只是喜欢吃那个当本饼，因为我个人比较 prefer 条饼，外面更脆，然后上面还有芝麻香。他就讲他们有 try 过，我就叫他们 try 了过后，他们也是爱上了条饼、碰饼比较大个的，里面是好像是
冬瓜之类做成的。现在呢，他们不只是爱当本饼了，他们是爱整间店里面的东西。那你们来槟城的话，记得去买花秋类。今天呢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，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给我一个大拇哥，一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呢，记得按一个订阅哦，记得按那个铃铛，可以收到我及时的 notification。记得在下面 comment 告诉我你喜欢吃马来西亚的什么甜品或者是零食呢？多多跟我互动哦。我也是有脸书、部落格、Instagram， 那你们可以去追踪一下哦。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Candle， 哦 ，Candle，OK， 怀疑叫什么？怀疑叫什么？碗。